有一些功能老师还不是特别会用，但是老师也会慢慢学习的。好，那现在呢，就麻烦各位同学把书拿出来，我们就上节课讲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复习一遍，然后接着往下讲啊。还有一点呢，老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虽然是在上网课，但是呢，老师都看得到大家在干什么，所以不要耍小动作哦。等等呢，老师讲完一道题目，就会连麦一位同学回答问题，大家也要认真听课，不可以一边看网课一边耍怪兽。好了，现在大家把书本都翻开到32页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运用的第一题啊。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屏幕上面啊。瓶子中装有一种孢子，每小时分裂一次，每分裂一次体积呢就增大1倍。如果最初孢子的体积占瓶子的3/32，那么3小时后，孢子的体积占瓶子的几分之几呢？把摄像头打开，你关摄像头的，好好听课，不许胡闹。这个方法呢，我们上节课快下课的时候已经讲解过了。既然大家回家都有认真的复习，老师呢现在就连麦一位同学，让他来解答一下。老师就随机念座号32号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32号同学，怎么网卡了吗？我看你那边都没有动。32号同学，你在吗？有可能这位同学家里网络不是特别好，那没关系，老师都知道大家已经都会了，对吧？那老师直接就把这个思路分析放在这个屏幕底下，大家一起来跟老师看一下。根据刚才老师讲的体感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孢子每经过1个小时，注意啊，是1个小时，它的体积呢就会扩大到原来的2倍，对吧？刚才题目里面的原话是每小时分裂一次，每分裂一次呢，孢子它的体积就会增大1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就可以用列表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重点还是老师放在下面的这张图啊，这个解题思路非常重要。大家呢在听网课的时候，也要一只手拿着笔，然后桌上放一个本子，随时准备记笔记啊，随时准备记笔记。可以把老师放在底下的这张表格记在你的笔记本上，我们呢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来表示出孢子每一次分裂之后的体积扩大到最初孢子体积的倍数的情况。注意看啊，注意看，这个是重点了啊！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手机。画完这张表格之后呢，我们再回头去看题目的提问啊。题目问3个小时后，孢子的体积占瓶子的几分之几？3个小时之后啊，也就是3/32的2乘
小时候呢，包子的体积是占瓶子的3/4啊，3/4。其实乍一看呢，这个题目非常复杂，但是运用上列表法之后，大家会发现原本非常复杂的题目和信息一下子变得非常了然起来，非常容易看懂啊。这个就是列表法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呢大家以后遇到比较复杂的题目可以想到这个方法运用上。好，那这道题呢我们就是已经解决了啊。有什么还有不懂的同学呢，可以随时发私信给老师。好，不要刷我键，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大家呢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我们过10分钟啊，还会在这儿。这个希望大家呢也能跟在学校一样，上课认真学习，认真听讲。好，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先去自由活动一下，休息一下，整理一下笔记。我们10分钟之后再见。各位同学好，我应该没有走错教室吧？那我为什么还看到有的同学还在玩手机呢？既然上课了，就请大家把手机和课外书都收起来。这堂课是我带的高等数学，请每位同学都把书拿出来，不相关的东西请收起来，等下课再看。昨天我看到了你们的月考试卷，虽然有一部分同学进步了，但是大部分同学对于我们这个单元要学习的知识掌握的好像还不是很充分，所以老师决定今天我们先把之前学过的知识复习一下，再开始上新课。好了，接下来请大家把书本翻到21页，我们就之前学过的知识点再进行复习一下。上个星期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函数的极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定义。书上写的是，当自变量 n 矩阵整数，而无限增大时，对应的函数值 fn 将无限接近于确定的数 a。 这句话大家能够理解吗？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看它的概念。在自变量的某个变化过程中，注意这里是指某个变化的过程中，如果对应的函数值无限接近于某个数，那么这个确定的数就叫做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函数的极限。这个极限呢，是和自变量的变化过程密切相关的，因为自变量的变化过程不同，函数的极限就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绕口，所以大家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老师给大家归纳了一下，也就是说，当自变量趋于有限值时，函数的极限，又或者是当自变量趋于有无穷大时，函数的极限。这样理解起来就简单多了，大家在做题的时候思路也应该会更清楚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
诉我们 C 为一个常数，请大家根据我们告诉你的定义来想想看怎么去证明。老师听到有同学说了，观察坐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f(x) 减 a 等于 c 减 c 等于0，也就是说此时阿尔法是大于0的，可以任意取值，也就是说可以是不等式 f(x) 减 a 等于 c 减 c 等于0小于阿尔法，这个等式是可以成立的。再加上刚才的定义，所以这道题是可以证明的。大家都做得很不错呀，所以上周的原稿果然是因为对这个的理解不够透彻，所以大家都在搞得不太理想的吧。老师知道了。那以后呢，对于这类比较难的题目和知识点，我们在下次上课之前，我们先复习一遍，再开始上新课。大家呢，其实每一位同学都非常聪明，只要你认真的去学，肯定都会得到理想的成绩。如果关于这方面还有不会的同学，下课欢迎来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就在那里等大家。那今天